随着中美博弈的不断加剧呢，台海局势异常的紧张。那么一旦解放军打算开始收台我们能打赢吗？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随着中美博弈的不断加剧呢，美国对我国的能打的牌可以说已经是不多了。那么以至于当下呢，台海局势异常紧张，而大陆百姓希望能够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也是越发的高涨。那么这也就引发了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呢，就是如果在未来台当局依旧是顽固不化，一旦解放军开始打算收台，我们能打赢吗？其实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其他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一旦解放军打算开始收台将要面对的对手会是谁？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网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分析和讨论。简单总结一下，差不多就是解放军很大概率将会同时面对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台湾地区的军队。台湾地区不用多说，这是一个解放军会第一时间收拾的目标，所以这里有很大的概率会成为也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战场。而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小弟，属于一根绳上的蚂蚱，而且都有着极大的野心，甚至已经多次公开表态会直接介入台海问题。而其中的日本近些年来甚至不再藏着掖着，明目张胆在我国台海周边加强军事部署和军演，已经差不多把会跟随美国介入台海问题就直接写在脸上了。而至于韩国呢，就像家门口的这个小店里摇摇的这个车一样童谣里唱的叫什么呢？叫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可以说已经完美的诠释了韩国的这样一个态度。印度呢，其实早就将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一旦我国陷入了战争泥潭，印度有极大的概率会进行趁火打劫。毕竟他们对我国的藏南地区是一直垂涎三尺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军的边防战士与印度的士兵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械斗，用血与汗保持了对边境地区的有效控制和对敌人的极大威慑。说一千道一万，这些国家都是跳梁小丑，而其实美国才是解放军要面对的最强大也是最复杂的对手。尽管昔日强大的帝国已经开始在下坡路上飞奔，但是瘦死的骆驼终究还是要比马大的。美国依旧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同时又想在亚太地区称王称霸。所以在美国单方面把我国当成最大对手之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呢，也一直模棱两可，既不承认台湾地区是一个主权国家，又不放弃对台提供武器和安全保障的承诺。所以美国这个无利不起早的强盗也有极大的可能置国际道义于不顾，强行扩大战争的规模。而就算自己不直接参与，也会拿着枪指着前面没有提到的菲律宾这样的国家的脑袋，为自己冲锋陷阵，而自己呢，则是封锁一切通向中国海上的交通要道，侧面给予压力，让我们不得不分兵去保障自己的生命线。所以说一旦解放军打算收台，中国或许面临多线作战，这还不包括美国惯用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等手段。总之，台海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我们还没做好万全准备之前，轻易动手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或许这也是我们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之一。而再来说第二个问题，一旦解放军打算收台，大概率会面临多线作战，那么我们会有援手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会有，但也可以说是没有我们详细来说，近些年因为我们极具特色的交朋友的态度和政策，朋友圈的名单呢已经是越来越长，而面对美国带领小弟们的围殴，我们很有可能会利用在非洲、中东以及拉美的影响力，争取一些国家的中立的倾向，或者说阻止一些不怀好意的投机分子对台湾地区的承认与支持，以此来减少一些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而且在朝鲜半岛呢，韩国北边的那座大山，借此机会呢，来改变朝鲜半岛的局势。要知道，在朝鲜半岛之上，北部的国家曾经吊打过南边，所以呢，韩国想要帮着美国冲锋陷阵，那必定会力不从心。其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巴铁。虽然巴基斯坦与我们的关系毋庸置疑，并且和印度是生死大敌，但如今呢，巴基斯坦自身内部和外部压力也不少。尽管巴基斯坦丝毫不畏惧印度，表现得非常强硬，只不过不得不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印巴两国的综合国力，它并不在一个量级。在历史上，3次印巴战争基本都是以巴基斯坦战败而告终。所以呢，如今的巴基斯坦防御有余，进攻不足，能对我们提供的帮助还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印度能够叫嚣两线作战没有压力的原因了。所以综上所述呢，
我们想，我国领导人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说的是一点都没错。不管我们那些老朋友与我们关系有多么的好，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一句话呢，就是在国际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发展自己才是硬道理。那么第三，既然最终还是要靠自己，那么如今解放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如何？随着我们的强军政策，如今解放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在过去20年里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导弹、航空、航天、航母、核潜艇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等领域，已经超越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如今我们的军事改革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建立了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调整了军委机关和战区指挥机构，优化了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提高了联合作战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升，而随之而来的是国防开支也得到了适度增长。在改善官兵待遇、更新士兵装备、改善训练条件等方面呢，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式的武器装备用下饺子的速度不断亮相。对此，我们那些可爱的网友还经常用调侃的语气说着解放军已经彻底的鹰化了，垂死病中惊坐起，列强竟是我自己等等的这些话，来表达心中浓浓的自豪感。总的来说，如今的解放军的军事实力在新时代有了质的飞跃，但是夜郎自大终归不是一条正途，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差距。在关键领域上，比如舰载机技术、空中加油技术等，并没有很大的优势，甚至还少有落后。而且纸面上呢，我们的特种飞机数量、航母数量、战略轰炸机呢，相较于美国也有着一定的差距。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周边地区的部署也有些不足，比如说像印度洋、南太平洋等。尽管近些年来解放军通过对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对其的控制力已经是今非昔比，但是现在还有很多海上要道的门户依旧被其他国家牢牢地握在手中，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我们不得不重视。而第三呢，与自身需求相比，中国还有能力差距，如远程投送能力、海外基地建设能力、网络安全能力等。因此我们仍需努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而一旦解放军开始打算收台，我国的后勤资源供应如何呢？能否持续地支撑战争的消耗？老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往往都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联勤保障体系包括后方基地、前沿基地、运输工具、物资储备、医疗救护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后方基地主要负责生产、储备和分配物资，前沿基地呢主要负责接收、转运和补给物资，运输工具主要负责将物资从后方基地运送到前沿基地或者作战部队，而物资储备主要就包括了像弹药、燃料、食品、水源、装备等各种的必需品。医疗救护呢主要负责对伤员、病员进行救治和转移。而虽说我国在后勤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成就，而且以我国庞大的战略纵深与广阔的资源而言，在此都不过多的吹嘘，实力就摆在这儿。其实我国目前有待加强的环节还是在于运输工具方面。毕竟如果我们解放军想要收台，不可避免要面对茫茫大海，如何能在外部的干扰下将大批的兵员送到岛上，也是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可以用军民融合的方式，征用民间的滚装船、渔船等交通工具，增加后勤运输的效率和灵活性，但是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多线作战，明显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认为呢，075不但继续要造，而且还要下饺子一样的造。那么解放军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有多大的决心和牺牲精神呢？解放军的战略目标自然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统一，阻止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这点毋庸置疑，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始终都是坚定不移的，绝对不会出现2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这样的说法。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统一问题，已经是很好的说明了我们的态度。而至于我国有多大的决心和牺牲精神，这其实很难用数字或者标准来衡量。但是龙有逆鳞，触之必怒，而且我们为了早日实现这一天的到来，已经磨剑70年，并且把这剑已经是越磨越锋利。所以我们相信，哪怕有再大的牺牲，我们也会完成祖国统一的夙愿，让自己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当然说了这么多，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一旦解放军打算收台，我们能打赢吗？我认为我们解放军肯定已经非常明白了，我们未来将要面对各种的挑战，必然会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我们始终相信，我们解放军未来必定战无不胜，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希望我们能够早日迎接祖国统一的那一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